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接下来要去做什么，能够帮助你们转运？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女祭司呢，我觉得转运的关键可能会和你们身上的一种灵性有关。这种灵性呢，就是你们内心当中是有着某种关于未来的想法的。或者说你们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指引着你们往前走，你们之前可能一直会忽略掉这种声音，但是在当下这种灵性带来的指引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就是当你们尝试着把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想法去转化为实践的行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开始转运啊。你们的身上有一种极高的敏感度和洞察力啊，能够觉察到事物细微的变化，明察秋毫。所以说转运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利用你们自身的这样的一种非常专业的敏感度和灵性，能够看到一些别人所看不到的机会啊。而且呢，我觉得抽到这张牌，你们要审视一下自己啊，就是你们身上可能有着某种你们之前一直忽略掉的天赋和特长，这将会成为你们人生转运的一个关键。女祭司说明你们的身上有着某种核心竞争力啊，可能你们之前太过于关注自身的劣势和短板，从而忽视掉了这种核心竞争力。你们要把这种核心竞争力所带来的优势利用到极致。所以这张牌其实也是在告诉你们，转运的关键就是不要太过于关注自己的短板，因为如果你们总是看到自身的劣势的话，就会让你们在心态上面会失衡掉啊，不断的给自己贴上负面标签，不断的打压自己。但是如果你们能够多关注自己的长板的话，你们就能够看到你们自身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并且呢，你们在这个社会上发展的这个上限不是由你们的短板决定的，而是由你们的长板决定的。你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思维和意识。第二张牌呢是权杖6的逆位啊，逆位的权杖6，我觉得转运的关键还在于你们的心态。逆位的权杖6呢，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们太想赢了，反而会输。就是这个事情的发展不及预期的关键，就是当你们太想赢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尝试着走一些捷径啊。这个东西它有时候会让你们走更大的弯路啊。逆位的权杖6就是你们首先要慢下来，要有一种踏实的心态去沉淀和积累啊。它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准备和心理建设，不要尝试着一步到位啊。逆位的权杖6，它还意味着是你们想要转运的话呢，你们的人生轨迹、人生路径可能是有一点不走寻常路的感觉，就是会另辟蹊径，找到自己的核心优势。可能你们会在一个不起眼的，或者说别人都忽略的、没有注意到的领域大放光彩的感觉。所以说你们在这个细分领域当中所具备的优势，它是某种天赋和长时间的积累所产生的结构性优势。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不需要焦虑，或者说不需要过分的去和你们身边人比较，因为逆位的权杖6就告诉你们，你们走的路和绝大部分人都不一样，你们有着自己的节奏，你们在某个细分的领域和行业当中，可能这碗饭只有你们自己能吃。那么第3张牌啊是权杖4啊，权杖4这张牌和和星币6这张牌，包括这张 friendship 啊，这3张牌呢，它其实都是在告诉你们一个指引，就是说这3张牌结合起来看的话，转运的关键在于要广结善缘啊，就是有意识的去连接到一些人脉，有意识的去整合一些信息，保持交流和对话的习惯。你们从这种人际关系或者说信息当中所获得的东西啊，对你们能够发现对你们有利的契机或者说信息差，
把自己当成是一座桥梁，就是你们是人际关系的枢纽，这样你们未来的路就会越走越宽，因为你们得到的信息啊，这个信息流通的流转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你们就会处在一种正向的循环当中啊。所以说不要忘记社交，以你们自身为支点，以你们自身的自我价值为杠杆，就能够连接到更多的人脉。你们在社会当中的本质就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逆位的权杖8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你们会感觉到现在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会有阻力，但是呢，我觉得这张牌的话呢，它是想要告诉你，你们的心态可能需要有一个调整和转变吧。就是说，你们现在遭遇到的这种阻力，你们只看到了它负面的一面。其实任何事情它都是一分为二要去看待的。就是说，你们要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一切都可以为你们所用，一切都能够为你们赋能，发生的一切呢，都有对你们有利的一面。当你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们就能够把那些看起来对你们不利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啊，把它转化成对你们有利的方向。而这个逆位的权杖8呢，它也是在告诉你们，之前你们可能冲得太猛了，现在需要休息一下。逆位的权杖8就是火象能量太重的话，可能你们之前想要的太多，想要做的太多太满，反而会导致亏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越多越好，越满越好，因为凡事过犹则不及啊。逆位的权杖8呢，可能你们现在要对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有一个梳理啊，分清楚先后次序，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不要一口气吃成个胖子。逆位的权杖8也是要提醒自己不要过分上头，不要用力过猛，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啊，慢就是快，少即是多。只有当你们慢下来的时候，只有当你们不急于去逆天改命的时候，这个运势它自然会掉头朝向对你们有利的方向，就是不要刻意的去做什么，顺其自然就好了。宝剑2这张牌呢，它是我觉得可能你们转运的关键在于你们接下来会做出一个选择，你们可能会在这两个选择当中有一点纠结。那这张牌告诉你们，选择本身并不重要，选择哪一个也不重要，因为你们要相信你们有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你们现在的眼睛是被蒙住的，是因为你们很恐惧，你们看不到未来，看不清楚未来的方向，所以你们会感觉到恐惧。但是在塔罗牌啊，就是在上帝视角来看，你们的人生没有所谓的对错和高下之分。也就是说，你们要有一种强者心态，就是无论你们选择什么，你们都有能力把这种选择变成正确的选择，而不是纠结于到底要选哪一个。如果你们太过努力的思考、懊悔、自责、纠结，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内耗和做选择上，而不是把精力灌注在生产行动和创造上，那么即使你们做出的选择多么的正确，它都不会带来任何的结果。所以说你们要大胆一点啊，就是说只要跟随你们内心当中那个指引去做出选择之后，快速的行动啊，你们就很快能够看到一个行动带来的反馈和结果。所以这组牌的重点并不在于选择，而在于行动上。皇帝牌呢，这张牌的话，我觉得你们要有一种强者心态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组牌它建议你们要去连接人脉啊，也就是说，你们在连接人脉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够找到一个能够依附、攀附的这样的一个贵人。那么这个贵人他能来帮助你们，其实并不是说这个贵人有多重要，而是因为本质上你们自己很优秀啊，自助者才能够天助，他一定是看到了你们身上的某种宝贵的特质才想要帮助你们的。所以说这组牌啊，转运的关键还是你们自己要先支棱起来，要先振作起来。当你们重整旗鼓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助你们。所以最重要的一步还是要把破碎的自己重新拼接起来啊。我觉得你们也不需要害怕什么，因为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得到了很多，但是也失去了很多。但是万事万物的来和去，它都有自身的规律啊。那既然这样的话，不如放手去做，追随你心，无问东西啊。那宝剑7这张牌呢，
牌面当中的这个人手上抱着很多的宝剑啊，所以说转运的关键在于少说多做。当你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悄悄的做就可以了。当然呢，这是一种心态，就是你们如果说大张旗鼓的把一件事情说出来，让别人都在知道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或多或少的想要获得某种认可。但是这个它不是做一件事情正确的做一件事情最正确的方法。你们必须要放下那种想要证明自己的执念，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专注到你们要做的这件事情本身，你们自身的运势才能够触底反弹。所以说你们做一件事情的发心可能会决定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如果你们做的这件事情或者说想要达成的成就本质上是因为你们想要外界来认同你们，那这件事情它就会一波三折。如果你们做的这件事情纯粹就是为了自己内心当中的某种热爱，那么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它就会增强你们对于自我的认同，那这件事情它就会有更大的概率成功啊。所以这张牌在告诉你们，你们不需要让别人看到你们在做什么，或者说你们不需要让别人不需要刻意的让别人看到你们在做什么，就是当你们在认真的全力以赴的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们自然就会闪闪发光。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Goddess 啊，女神的话，我觉得它是就是说这种运势的转变会和你们的自我形象有关。可能是因为你们接下来要去参加一些社交或者说活动啊，你们要有意识的去树立自己对外展示的形象和某种口碑吧。就是当你们对外展示的形象，其实代表的是你们的精气神、你们的身心灵，你们整个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当这个外部世界看到了你们自身的这种良好的状态之后，你们才能够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有意识的去提升你们的自身的形象和气质，对于转运有很大帮助的原因是，第一，当你们自身形象变好之后，你们会对于自我有一个更加充分的自我认同感，会有一种配得感，就是你们会发自内心的觉得你们值得更美好的生活，因为你们在很努力的，因为你们本身就在很努力的生活，你们对待生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你们就会这样暗示自己，它就会让你们自身的运势变得越来越好。第二点就是你们自身的良好的形象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啊，会有更多的人来主动的走入到你们的生活里边。所以说你们要注重啊，对自身对外的这种展示的形象，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自我形体上的管理啊，比如说走路的时候要昂首挺胸，或者说要有一种身材管理的习惯，说话的声音要洪亮，这些都能够增强你们的气场。而这些微小的细节的改变啊，它就能够增强你们对于自己的自信啊。通过不断的自我暗示，你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底气啊！这种自信会回馈到你们的动作上，从而进入到一种正向的循环当中。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那么这组牌的话是很极端的一组牌啊，有一种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的感觉，就是你们的运势、个人发展，它有一种两极分化的感觉，一半是冰，另一半是火。你们现在可能正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阶段吧，但是往往进退维谷之日就是别有洞天之时，所以这组牌很微妙啊，你们正处在某个临界点上面。可能只要稍微的打破这种平衡，你们的运势就会出现极大的反转，而这个平衡又非常的微妙。所以说这组牌我看到，即使你们什么都不做，可能接下来这种微妙的平衡都会被打破啊，有一种极致的反转蕴藏其中。所以说这组牌你们想要加速转运的话呢，可能说这个高塔牌你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可能会和你们自身自我个性的释放它存在着某种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也就是说你们和这个环境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啊，你们融入不了这个环境，或者说你们和这个环境当中的
人不在同一个频率和节奏上面，而且呢，这个高塔牌也暗示着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它可能是有着某种内部的风险还没有释放的，但是这个高塔就说明这种环境当中存在的风险，它总有一天是会爆发的。这个时候你们会受到这种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环境的压抑呢，它会给你们在潜意识层面上带来一种自我否定啊，就是说你们现在可能是被困在某个地方的，如果你们想要离开这个地方，那就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或者说牺牲现在所拥有的某种稳定啊。高塔牌呢，它是一张看起来很凶的牌啊，但是不破不立。也就是说，你们可能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离开这个环境啊，因为这个环境的内部，如果你们要离开这个环境，可能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并且这个环境的内部的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啊。所以说，换一个环境对你们来说至关重要。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你们就是持续不断的被消耗着的，它有着诸多的规则、枷锁、镣铐束缚着你们啊，可能还有来自于某种传统观念那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会裹挟着你们。死神牌它就是一种彻底的切割和了断，就是你们要意识到，去把一些不断消耗你们的东西或者说关系剔除出你们的朋友圈，剔除出你们的生活。你们需要有意识的对生活来一次大洗牌，就是你们要决定你们要接纳什么，你们要决定你们要清理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运势才能够发生转变啊。死神牌我觉得也是在告诫你们不要拖，不要把事情都堆起来，不要欠债，因为你们在开始堆积和拖延的时候，这种风险也在积累啊。死神的话呢，要转运的话，不一定是从大事开始的，而是从小事，从你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开始，把每一件小事做好，这个时候你们的运势就会开始发生转变啊。而且死神牌，我觉得它也是有着一种杀伐果断的勇敢在里边的，就是有一种硬着头皮冲过去，最后才能够得偿所愿。有一点点像是那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感觉所以说不要退缩，也不要逃避，要打破当前的困境，要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不要给自己留后路。权杖骑士这张牌其实它是很运动的一张牌，就是一定要动起来，不要停留在空想阶段，因为想的时候全是问题，做的时候才都是答案。权杖骑士可能你们还需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可能出远门啊、出差啊、旅行等等等等，换一个环境会让你们换一种心态，换一个思维，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你们当前所面临到的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和视角啊。圣杯侍卫啊，你们的心态也同样重要，不要过分的患得患失，保持情绪稳定也有利于你们转运。圣杯侍卫的话还要注意啊，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收到一些消息，比如说邮件啊、手机短信啊、微信啊等等等等，你们要保持这种信息接收渠道是通畅的，这些好消息才能够传达到你们这里啊。保持对于消息的一种敏锐的觉察和感知，因为近期可能就会出现蕴藏着某种事情发展的转机。圣杯侍卫的话，还有一个指引就是，它和你们自身的情绪和感受有关。要走出困境或者说改变运势的前提是你们要遵循内心当中的直觉和本能。你们内在的直觉和本能是来自于灵魂层面的指引啊，它能够帮助你们走出当前的迷雾。这张宝剑五啊，宝剑五这张牌还蛮特别的，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话，你们的身边可能会有小人，或者说有人在靠近你们，带着某种意图或者说目的。这张牌告诉你们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不要轻易相信他们做出的承诺，或者说给你们画的饼，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思考，否则你们很容易被蒙蔽、被欺骗，甚至被背叛。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能够帮助你们减少很多的损失。如果你们已经遭受了某种欺骗或者说背叛，那这张牌也是在告诉你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不要让过去犯过的错误重蹈覆辙啊。权杖九，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带着某种恐惧的。这张牌有一点像是那种创后应激综合症，就是你们受到了某种创伤，有一点自暴自弃或者说摆烂的感觉。运势反转的关键在于你们要克服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恐惧，因为你们会恐惧，所以你们会逃避。但是你们越逃避什么，生活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把你们逃避的东西
扔到你们的面前，所以其实你们没有办法逃避，因为逃避到最后，你们最后还是要面对它，有一点像是那种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不如想办法去克服那种恐惧啊。我觉得这组牌的话，可能是你们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啊，这件事情它有一个断层，就是中断，出现你们的人生会出现一个真空期、断层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在成长，也在积蓄着某种力量啊。所以说，真正的成长，或者说真正的运势转变的信号，就是即使你们心怀恐惧，也会坚持去做那个正确的事情，或者说把之前丢掉的东西捡起来。你们的人生在反复徘徊之后啊，它会重新的积聚某种向上生长的力量。权杖二的话呢，就是你们要看得远一点啊，不要被当下的苟且所困住，也不要被当下遇到的困难所打倒。因为拉长时间来看啊，你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你们最终都能够克服的，关关难过关关过。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你们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阻碍，人生当中的遇到的这些坎儿，其实都是命运认为你们可以跨越，才会降临到你们身上的。好好想一想，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曾经遇到过那些你们没有办法跨过的坎儿，但是最终你们都会一一克服。所以我觉得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它能够帮助你们克服内心当中的恐惧。魔术师呢，我觉得它是一种摆脱想要依附于某个人、某个组织和集体的心态啊，它是一种你们完全可以实现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自由啊，就是你们不需要攀附什么，你们自己就拥有价值和实力。这个魔术师他还有一种类似于生命的韧性在里边，就是转运的关键，其实你们要找准一个方向，持续的去做，因为这种垂直和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才能够给你们带来竞争力。当你们确定了一个人生发展的方向以后，要全力以赴的在这个方向上奔跑。魔术师还有一个层面的指引，就是你们要有意识的打造自己的人设，这种人设它是带着某种独立的意识、强烈的自我，对外输出你们自身的观点，表达自己啊，类似于成为一个意见领袖。它能够帮助你们强化自我的认同感和配得感，能够培养你们自身的这种领袖意识和能力，这自然会让你们在一个群体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啊！因为只有表达、输出和分享的这一类行为，才能够让你们被看到，才能够让你们得到更多的机会。这个世界的红利和资源都会向表达者倾斜，记住这一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首先我们第三组牌抽到的这张宝剑三呢，运势的转变的关键可能在于你们要离开一个人，一个特定的人，一个和你们纠缠不休的人。你们可能一直都在用这个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所以说这个错误的人，如果说他持续的出现在你们生活里边，他就会把你们拖入到泥潭当中啊。彻底的离开一个人，或者说斩断某种关系，它就是你们转运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要有任何的执念啊，不要把你们的敏感浪费在一些错误的人和事上面，要学会与广阔的天地共振。当然这种体验对你们来说它也是一种力量啊，有些事情你们必须在经历过后才能够成长，因为日出之美就在于它曾脱胎换骨于黑暗，所以我觉得也是时候要熬出头了，是时候苦尽甘来了。所以这张宝剑二就是前提是你们自己要想明白走出来。星币四呢，运势的转折点就是你们要学会回收自己的能量，减少自我的精神内耗，还有就是不要把太多的关注点、时间和精力放在和你们不相关的人事物上面，回到一种真诚的关系里边，或者说回到自己的世界当中，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才能够让自己不再被消耗。它是自己治愈自己的感觉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穿越这种痛苦，你们在经历的这种痛苦当中回收能量，然后才能够自我疗愈和成长。星币四它其实是一种寻求稳定的状态啊，这种稳定它是一种精神情绪的稳定，
就是你们太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这种稳定就是你们只能够选择把能量回收到自己的身上。如果说你们意识到了做一件事情会对你们产生一种精神内耗，或者说你们会对这件事情产生过高的期待，那就索性不去做它。这张牌其实是告诉你们就是说你们运势的转折点其实是你们要真正的意识到怎么去爱自己，保护自己，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去生活。而这张女祭司呢，女祭司就是你们自身的某种感恩和祈祷，也能够帮助你们的运势发生某种改善，就是你们的这种祈祷会被听到，或者说你们向宇宙下的订单，它其实在潜移默化的帮助你们走出困境。而当女祭司和这张审判牌结合到一起呢，就是它其实是你们自身有一种灵性啊，很强的灵性和智慧，你们能够看清楚，或者说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自己的命运，看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本质，或者说能够意识到自己似乎一直在某种错误当中重蹈覆辙。但是当你们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之后，你们不会去对抗它，而是去臣服和接纳自己命运的剧本。因为我们无法选择自己命运的剧本，我们只能去接纳它，并且演好在命运剧本当中的角色。当然，臣服这个词呢，它可能有的时候会被看作是软弱和怯懦的同义词，但是臣服它反而有的时候会成为你们命运的转折点，因为臣服需要你们拥有足够的力量去追随无形，进入未知。它会让你们清楚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你们个人的意志并不会引导你们的生命。你们可能有很强的控制欲，你们想要控制自己的命运，控制自己的人生，但这组牌它反而让你们去臣服于自己的命运，放弃那些强大的自我意识对自己的控制，反而是让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来指引你们的生命，那就是你们的生命本身。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你们要明白啊，这个臣服它是需要两个不同的步骤和阶段来完成的。首先，你们必须要放开那些来自于你们内心和大脑的观点啊，因为很多观点它不是你们自发形成的，而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让你们拥有了某种观点或者说意识，其实你们是被裹挟的。当你们能够释放这种后天形成的观点，那么借由第一步所产生的这种清晰的思路，你们就会跟随着生命和灵魂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指引，去到你们真正想去的地方啊。其实它是认清自己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你们必须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们内心当中真正的渴望是什么，你们才能够去实现它。这个 Justice 啊，正义牌的逆位呢，我觉得可能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你们迫切的想要在某种已经固化的规则和体系当中获得某种认同感，但是在这个规则和体系之下呢，其实它是不利于你们的。所以说这个逆位的正义就是你们要绕过这个规则和体系，或者说某种管控，你们要有一种另辟蹊径的想法，就是离开这个规则和体系，自创一个规则和体系，或者说加入到另一套更加和你们兼容的规则和体系当中，这个时候才能弯道超车。所以它是需要有一种逆向思维的感觉啊。因为这张独角兽神谕卡 Freedom 嘛，就是你们需要去释放你们自己，你们自身的这种，你们可能太渴望在当前的这个体系当中去证明自己了，但是只有你们先释放自己的自身内在的这种执念，你们才能够就是你们可能一直都活在一种很拧巴的状态里边啊。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未必是你们想做的，未必是你们喜欢的，只不过是你们不得不做罢了。所以 freedom 就是说你们要去释放自己的这种灵魂啊。一个人的完整度啊，精神和灵魂的完整度是和你们的心灵自由度挂钩的。如果你们的心灵层面都不自由的话，那么你们整个人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说你们首先要意识到啊，哪怕你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是不自由的，但是你们可以解放自己的心灵啊。它是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拿捏。你们的自由，你们的自在
它是不被左右、不被定义、不被框架、不被束缚的。你们的感觉，你们做主啊，任何一切令你们远离快乐和自我状态的事情，你们都要谨慎的小心前往。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运势的转折点就是你们看清了你们所处的某种体系和规则，它可能不适合你们，不适用于你们。就是这组牌它有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当你们想要改命啊、转运的时候，你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认知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只有清楚的自我认知才能够让你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够让你们选择那些最适合自己的行业和领域。所以这个星币骑士呢，你们要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啊，不要依靠蛮力啊，也不要指望大力出奇迹，而是用智慧，可能用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去解决一些当前遇到的问题。星币呢，本身它也是一种实践和生命的体验，你们对于生命的感悟源自于你们的体验，任何力量的增加都只会发生在你们了解和体验之后。所以这组牌想要转运的话，我觉得不要过分的功利主义啊，就是忘掉那个目标，仅仅是体验、实践和享受整个过程。因为生活的意义它不在于抵达任何地方，因为当你们抵达了一个地方，你们立刻就会发现下一个地方。所以说它生活的意义啊，它绝大部分来自于整个过程。你们要让自己处于一种永远的创造的时刻当中啊。生活的意义它就是创造，创造出你们的身份和本质，然后去体验它，所以体验才是最关键的。当你们拥有了这样的一种思维认知和格局之后，你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达到那个目标。所以我觉得你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吧，就是你们所追寻的必将寻你们而来，你们的努力都会被时光所沉淀下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加倍的回馈给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